过年了啊，三舅回来了，第一时间把这车扣下，咱拍新的一集比亚迪宋 Pro DMI 长测啊，依然是风尘仆仆，从广东一路开到这儿。咱们先看外观啊，这车回来这一趟就跑2500公里单程啊，刚到北京。哎呀，前保险杠上的伤又更多了一点点。其他地儿看起来还好。这前机盖这是拿钢丝球洗了车了吗？全都是细小的划痕。我天哪，这个用法太粗犷了啊！侧面看着还行，就是脏啊。你看到不同的省份的这个泥溶血剂啊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。自然包浆。哇，看这加油口流下来这油也不擦，赶上大货车了是吧？这对油漆的考验其实也是很大的啊。这油漆这么拿油泡着，后面也还好啊，没有什么大伤啊。这回后雨刷打开了，看已经起到作用了。上回那雨刷套都没开啊，这一路上你看泥多了之后还是能打开一下视野的，是吧？行，外观还好，没有什么新伤的加入啊。咱看看多少公里了啊？据说比上次公里数大多了。咱看车里边什么样了啊？哇，这味儿实在太窜了，全都是烟灰啊！我看多少公里了？32687，从8月中下旬接车到现在4个月3万多公里，1个月8000啊，符合它风格。座椅还可以啊，这回就比较脏了啊，能看着一些脏了，但是没有过多的磨损和皱褶。这个脏应该喷点泡沫一下就能下去。比亚迪这皮革还可以啊，包括座椅外裙也没有太多的磨损。我天哪，这椅子上还有牙签呢，愣没扎漏了，也还行。咱们进去看看啊，我得稳住气啊。哎呀，坐进来，哎呦，这需要调整一下嗓子啊。这天哪，看这就像到人家炕头上了啊！你看烟，各种烟啊，这个，这是那个快充的那个接口，咱就在高速上一直在充电啊，然后纸巾什么的，还玻璃水，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这个大风大雨的，不停的加玻璃水。哇，来看这方向盘，我这得打过多少喷嚏，全都是那个液体的那个。但是整体的，你看外面的皮纹的状态啊，包括它的包浆的状态还可以啊。比亚迪在方向盘上用这个皮的耐久性还行，包括这些橘色缝线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脏。我想三舅开3万还不就黑了，还好，它都防污性做的还可以。这些按钮上全是烟灰，也有水迹，应该也被那茶杯泡过几次了啊。大概这么一状态，目前还没有失灵啊，做的还行。迫不及待啊，我想看看这车里面的数据是什么样的。来，咱看看它这个新能源能耗清单。总里程32687，平均能耗5.7千瓦每小时，这车整个算出来的啊。油耗的部分是3.5升每100公里，然后目前的续航里程是684，总能耗啊，买车以来的3万多公里总能耗，油是1146.2升，电是2251.6千瓦时，啊，大家可以给算一下啊，这个平均合多少？平均车速38。就其实它这车跑的并不是特别快，每个月会有1-2趟长途，但是大部分时间其实在广东那边的几个县之间来回走，都是小路，挺拥堵的。平均时速这么跑长途啊，一趟回北京2000多公里，回来平到38，所以说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工况啊。我觉得这能耗水平还是可以的。我之前问了三舅这回用不用保养，他说正好出来之前是保养，结果咱就没法到4S店一边保养一边看底盘了。所以我现在来到了一个朋友的修理厂啊，就近的，咱们把它抬起来，看看这车3万公里底盘情况怎么样，轮胎情况怎么样。哎呦，抬起来才想起来，这车有2层底盘护板，工人都回家了，那就唯一的一个值班的师傅，麻烦您了，帮我把这护板摘下来。我们想看这车怎么样，哎，太严实了，你看这护板护的。真是一丝都不漏着啊！怎么拖底都拖不到这车。护板拆来了啊，咱现在看看这车底下怎么样。3万多公里不应该有什么问题，有问题就麻烦了啊。整个发动机还是非常干爽的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啊，这机油是刚换过，看上面这还湿着呢，这机滤。拧的时候可能手上有点油，
啊，机子还是很干爽的。这边 DMI 啊，这个 DMI 上有一点油气，就是螺丝口啊，包括这个缝这儿，这个都很正常啊。它多少少里边润滑脂有点气体出来，沾点这个土。这是个电机啊。看悬架、前悬架啊，所有这些大小胶套啊都没什么问题。3万公里它也有不了问题。刹车这几个小胶套，半轴的大胶套都还好，前悬架没什么问题。看看这边上面的这个臂有一个侧面稍微有点生锈，这也没事儿，这是它当时原厂就这块没有喷漆，因为它牵扯到螺丝需要可调什么的，所以它没喷漆，稍微有一点锈。然后这些螺丝看起猛一看跟生锈了似的，其实没有，它是红漆，就是原厂刷的一个漆，它可能就是防止你自己拧过就能看出来，是这个原因。然后往后看看啊，咱们看看后悬架，电池包还好啊，没有任何托底的痕迹。后悬架所有的胶套都没有什么老化痕迹，挺好的。3万多公里也不应该有啊。看看轮胎啊，32000公里，目前没有偏磨啊，没有任何异常的磨损，这也是应该的。这要一上来32000公里磨没一大半，那就是4轮定位就有问题了。后胎挺好，看看前面，前面也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任何偏磨，没有任何异常的这个磨损，挺好，没什么问题。行了，下面就请师傅把俩护板再装一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保护的太严实了。我非常好奇啊，现在北京的温度大概在零下2、3度这个样子，这车充满电，纯电到底还能跑多少公里？咱们试试啊。这是转接头，插上，然后接上国网的快充桩。咱们现在把这车给充满，一会儿下午开着这车跑一圈，看看纯电到底还能跑多少公里啊？现在我们充满了，它的续航里程是110公里，总公里数32692。咱看看北京现在的温度啊，中午晒热了是5度，刚才早上还零下的。咱们看纯 EV 模式，它能跑多少公里啊？在这个温度下，咱来试这车现在开起来怎么样啊？32000多公里了。首先，因为现在是纯 EV 模式，我在测它的续航，所以没有震动、噪音这些都没有。而且这个车就算急加速，你也听不到那个电机的那种滋儿的那种声音都没有啊。DMI 纯电状态下的静音性还是相当好的。现在我们的速度大概是80、90的速度，在高速公路上。现在是一段直路啊，我试这车跑不跑偏，还可以啊。4轮定位也没有太跑啊，3万多公里应该也不至于。总体来讲，开起来没有感受到什么折损，目前啊，刚才我们在那个小路上比较颠簸的地儿，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异响、折损之类的。我觉得这车3万多公里这个表现是应该的啊，不能说它有多棒，就是它合格，它是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3万多公里就有异响跑偏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比亚迪 DMI 的车，不得不承认啊，每次开都还是觉得挺意外的舒服的，油门倍儿顺，电的感觉嘛。这一次的技术跃进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，也让比亚迪过去的1年卖爆了啊，卖200多万辆。这个第一次见到一个技术能给汽车带来这么大的改变，就无论开起来还是它的销量，真是飞跃性的。下面咱们就把这电跑光啊，现在还剩97公里，看到底能跑多少啊？现在温度是4度了，又下降了1度，逐渐接近傍晚了。现在整整跑了50公里啊，32742，目前还剩46，这一段是全高速的，基本上80、90的速度在跑，剩下的一半咱们市区这个低速来跑，这样比较公平，看看到底能跑多少。出来的时候32692，现在32767，还有19公里的时候，它到 HEV 了，着车了啊！
也就是说我们用纯电跑了75公里，还剩19公里，也就是说它能跑个，如果纯耗干的话，它应该能跑个90公里左右啊，80多公里这样子。哎呦，把我熏得够呛啊！这一大圈终于跑回来了。总体来讲，这车目前4个月跑了32000多公里，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故障啊，驾驶感受也没有什么变化，就外观的小伤越来越多了啊，随着使用的里程。说实话，我挺意外的啊，现在已经非常冷了，现在晚上了，已经接近0度的温度。在这个温度下，这个车的纯电能跑到在 HEV 启动之前有接近80公里，如果加上最后那18公里，纯电里程其实能到80-90公里，一共110的续航的车啊，这我挺意外的，我以为跑个50-60、60-70就结束了呢，没想到能跑这么多。就比亚迪这套电池系统还是可以的啊。三就总体来讲对这车的评价是开起来非常的轻快舒适啊，辅助驾驶啊这些互联网的导航啊什么都非常好用，它导航非常大，字儿也大啊，他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车，就对国货现在能做到这个水平非常的感慨啊。后面我们会继续对这个车进行长测啊，欢迎大家一直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周再见。